朋友们好，我来了中国以后，我学会了一个冷知识：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国家是在哪里？居然是在斯洛伐克。这个是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的，我居然是斯洛伐克人，但是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查了 Google 一下，然后结果是真的，我们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国家之一。应该一般印象中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应该是瑞士、瑞典这种很有钱的国家，大家都有钱，所以贫富差距很小。或者是一些非洲国家，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穷。没想到像我们这种不上不下发达国家的聪明人，居然是第一名。那为什么斯洛伐克贫富差距很小？我觉得主要是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以前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，那时候大家基本上很平等，收入差距很小。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好，所以社会主义的想法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。所以政府和人民都同意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。我们以前也有一些贵族或者大资本家，但是他们的土地和工厂和钱以前都是被政府拿走的。后来苏联解体以后，土地又是重新分给每个人，所以我们在这些资源比较平均。第二，斯洛伐克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不会做生意的国家。如果我们要跟犹太人和瑞士人做生意，我们应该内裤都背光了。其实我从小基本上不认识人，就是他自己是老板。我们国家大部分人都会打工，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主要是在制造汽车，所以很多人会为德国打工。现在也有很多企业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国家，比如华为，所以也有些人会为中国打工。我们都是打工仔，所以我们收入都差不多。斯洛伐克在欧洲算是工作比较努力，学习很认真，我们失业率很低，然后工资就还可以吧。第3个原因是我们很多国家人相信天主教，在天主教的概念就是有钱是一个坏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有钱人是特别坏的人，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了钱，他会把钱捐给穷人或者教堂。然后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堂 pray。我男朋友问我为什么我们不会拿一个周末一天去加班，这样可以多挣很多钱。所以这些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还是很小。水跟其他欧盟国家差不多，但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还是影响很大。我觉得生活在贫富差距小的国家还是挺好，就是小学很少也有同学会转币，因为大家家庭情况差不多，有钱人和穷的人区别不大，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比较平等。就是毕业以后，有些人收入比较高，有些人比较低，但是这些跟家庭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词典没有贫爹和富二代这样的概念。各位，今晚全场的消费由赵公子买单。斯洛伐克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挺快，就是每年大概4%以上，所以在经济发展很快的情况下，可以保持贫富差距很小，还是很牛逼。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谈恋爱比较自由，就是我们不会太考虑其他家庭的条件，反正因为是我们都没钱了。就是如果我找一个中国男朋友，我妈妈不会在意他有没有车有没有房，她只会在意互相喜不喜欢，会不会生活开心。所以这么好的丈母娘真的是便宜这个小屌丝。我觉得贫富差距太小也有一些不好的方面。
就是譬如，如果我们国家人更加喜欢钱，我们经济发展会更加活力、更加有钱。因为我们国家政府选举的时候会利用高福利性选票，所以这些老奶奶还有穷人都会拿到很高的福利。但是政府就缺少计划，不会投资未来，所以我们国家首都永远不会有地铁了。其实生活在贫富差距很小的国家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可能会太无聊或者太单调，因为没有很多可以花钱的地方，比如没有一些 luxurious 的夜店、luxurious 的商店，还有米其林的餐厅。所以我来中国之前，我连 LV、Lamborghini 都不认识，我没去过什么 luxurious 的 club。然后我以为我男朋友会说我是一个单纯的小姑娘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一说一，在斯洛伐克生活真的是挺好的，但是我更加喜欢在中国大城市生活，因为我觉得杭州算是世界上最繁华、最时尚的城市之一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生活。斯洛伐克是只有500万人的一个小国家，我们比不上一个中国的小城市，但是没想到我们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，城堡最多的国家，人均汽车最多的国家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种视频，不要忘记给我一键3连，然后我可以多介绍我的国家。拜拜。